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換聲了，給小程良方變嗓，敬業真不是空話。肖戰這次的台詞不只是換聲線那麼簡單，很多人先被驚到的是聲音，聽着像換了個人，清亮感沒了，熟悉的辨識度也被壓了下去。可我回看這次表演，會發現重點不只在像不像，而在敢不敢丟掉自己。小程良方裡，肖戰演的是劉正亮，一個落魄醫生。這個角色若還端着戲就立不住。原文提到，他全程壓低嗓音，聲音發沉，帶着沙啞感，還裹着東北小城的日常腔調，不精緻也不賣巧。這個處理很關鍵，它說明他沒有把台詞當成展示條件的工具，而是當成角色生存狀態的一部分。這裡有個細節，挺值得很多演員一遇到原聲出演，先想的是清楚，再往後才是人物。可普通人說話不會時刻字正腔圓，累的時候、悶的時候、心裡有事的時候，聲音本來就會塌、會粗、會飄。肖戰這次把這些不好聽留住了，反倒讓人物站穩了，這比單純把詞念順更難。網友一開始誤以為是配音老師在配，這個反應很能說明問題，說明他的聲音處理已經脫離了觀眾對他本人的慣性印象。能做到這一步，不靠一兩句情緒爆發，靠的是整套控制能力，音色怎麼壓，氣口怎麼收，旁白怎麼放鬆，都得一層層摸。尤其那段旁白，溫柔、安靜，像深夜有人慢慢講心事。治癒感不是配出來的，是人物心境拖出來的。我梳理資料時發現，國內影視行業裡，原聲表演這些年更被看重了。中國電視劇發展報告等行業觀察裡，反覆提過一個趨勢，觀眾越來越在意聲音和人物是否合身，不再只看臉和情節。原因很簡單，短視頻切片看的是瞬間，長劇追下去拼的是角色可信度。聲音一假，人物就薄了。再看他做的準備，就更能理解這次變化不是偶然。原文寫得很清楚，他為角色減重近20斤，還去基層衛生院體驗生活，練實操，琢磨當地人的說話方式和生活狀態。這種方法不是給花絮準備的，是給人物骨架準備的。國家衛健系統這些年一直在推動基層醫療能力建設。基層醫生的工作環境本就帶着高頻瑣碎和長期消耗，這類職業氣質靠想象很難言準，得往現場裡扎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對比《藏海傳》裡的冷峻聲線，這次幾乎像主動降配，從鋒利退到樸素，從有型退到有味。這種退不丟人，反倒稀缺。因為不少演員最難過的一關，不是不會演，而是不捨得損耗個人光環，怕不夠好，怕不夠悅耳，怕觀眾認不出自己。可角色塑造常常恰好相反，越想保住自己，越進步了人物。這也是我對這次表演的一個判斷。肖戰這回最值得肯定的，不是完成了技術切換，而是完成了認知切換。他開始把演員肖戰和角色劉正亮分得更開。這一步走通了，戲路就會寬很多，熱度能帶來關注，細節才留得住口碑。觀眾被驚豔，不只是因為他聲音變了，而是聽見了一個演員願意把天生條件往後放，把角色的灰塵、疲態和鈍感認認真真背到自己身上。這種笨功夫不花哨，卻很頂用。火不火有時看運氣，能不能一直被記住，常常就看這股勁兒。